前线捷报，将军大胜凯旋，这会儿快到城外了。将军征战1年，劳苦功高，我该好好迎接。去把点翠步摇拿来。是。我21世纪卷王，连熬10天看小。好甜，死了！竟穿成了书里沈家嫡女养在乡下的双胞胎妹妹。嫡姐逃婚，我无奈被送来替嫁。不过无妨，等姐姐回来，我便会带钱出逃，去过我自己的人生。只是一直听闻我那战神夫君萧燕是个极品冷面阎王，反正早晚要跑路，走之前必须得把这极品老公吃干抹净。将军，您看这百姓多热情。不过属下猜，您现在最想见的是府里的嫂夫人吧？新婚1年，终于能见着了。休要胡言，军中男儿岂能被儿女情长绊住？我出战事告急，我与沈家大小姐匆匆转拜堂，未及圆房便出征。听说她是个规矩又安分守则的女性，这些日子真是苦了她。这次回来，也该好好补偿她。将回府。妍儿，你总算平安回来了。儿子不孝，让母亲担忧。你不在的这1年，多亏你媳妇儿操持钟会，是个难得的好媳妇。妾身沈氏恭迎夫君凯旋。夫人免礼，这1年辛苦你。夫君，这是府里特意慢炖的鲈鱼，您多用些，补补身子。将军好福气，夫人在京中出了名的贤惠，果然举案齐眉。足恕谬赞，伺候夫君是妾身本分。救命啊！这破宴会人这么多，像年底该死的公司年会。不过老公这建模也太顶了，要是放在现代，妥妥的顶流男明星。谁？到底是谁在说话？夫君可是哪里不舒服？是不是连日赶路，吹了风邪？没张嘴，那刚才那声音究竟是谁的？他怎么凶巴巴的？该不会是超雄吧？超雄？这女人到底在说什么？不对，我这是能听到她的心声。无事，诸位继续。夫君多用些，边关辛苦，定要好好补补气血。夫君一路辛苦，妾身替您宽衣。裤腰带怎么这么难缠？急死老娘了！到底是个什么反人类的设计？好想直接一把扯开看看里面啊！底下到底穿没穿中衣？要是扯开，直接就是肌肉。是妾身笨手笨脚，惹夫君心烦了。啊！夫君这手又大又有劲儿，居然是肉包甲，手掌上还带着粗糙的茧子，摸起来好带感。疯了，简直是疯了！我先去沐浴。妾身给夫君拿衣服，乖乖穿上我精心准备的惊喜，等着被老娘宠幸吧。夫人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夫君，这是京中近日新出的云丝冰蝉料子，最是轻薄透气，夏日里穿最是凉快。妾身想着夫君一路劳累，沐浴后穿这个也舒适些。这料子若穿在他身上，宽肩窄腰，若隐若现，水汽一蒸，薄纱贴着肌理，不行，光想就要命。到时候再配上他那张冷冰冰的脸，反差感直接拉满。不必了，我在军中待惯了，皮糙肉厚，用不着这等凉快的料子。是，夫君不喜，妾身记下了。死木头，臭直男，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，浪费老娘一片护心。夫人，将军这一去就是1年，今晚这小别胜新婚的，您可得悠着点，莫要累坏了身子。死丫头，就你嘴贫，还不快退下！来吧，1秒也等不了了。这极品战神，今晚老娘非得把他吃的连骨头渣都不剩。这女人竟存了这等虎狼心思。今日接风宴，你辛苦了，早些睡吧。夫君好梦。什么意思啊？这就睡了？裤子都不脱就睡了？你娶个如花似玉的老婆回来当舞剑吗？晾了我1年，好不容易回来了，连碰都不碰一下。外面有人了？还是说这战神将军其实是个中看不中用的银样利枪头？太监都比你行。舒儿啊，昨夜辛苦你了。这小两口久别重逢，但也要注意身子。母亲说笑了，儿媳不辛苦。
辛苦个屁！我有一种寡妇被造黄谣的无力感。燕儿，这是怎么了？可是昨夜累着了？不是，母亲，儿子这便去校场了。将军勤勉，妾身敬佩。夫君早去早回。耶，这死庄男终于走了，一会儿我就去南风馆见见世面。南风馆，那是什么乌烟瘴气的地方？他居然敢背着我去找其他男人！完美！南风馆的小妖精们，本夫人来了。夫君怎么又回来了？不是去校场了吗？你我夫妻久未相聚，今日夫人既然闲暇，便随我同去校场看看。妾身一介女流，去校场种地恐有不妥，夫君还是自己吧。无妨，校场风沙大，夫人这身行头过于招摇，去换身利落些的衣裳。哦，知道了。死老邓，杀千刀的活阎王！我精心化了1个时辰的妆，我特意挑的百花裙全白费了。我的南风馆，我的小奶狗啊！小野，你个活阎王！我精心化的妆全毁了！我诅咒你吃方便面永远没有调料包！将军，嫂夫人怎么亲自来这种糙汉待的地方了？夫君常年征战，妾身实在挂念夫君新郎，便厚齿跟来看看。妾身在点将楼下候着便是，断不敢打扰君务。嫂夫人真是太贤惠了，将军好福气啊！哈哈哈，将军，咱们许久未见将军的破阵霸王枪了。今日嫂夫人在此，将军何不展露一番？我操，好帅！这荷尔蒙简直暴击啊！这宽肩窄腰，这大长腿，这爆发力，核心力量绝对杠杠的。我单方面宣布，这绝对是京城必吃榜榜首。下次还来。燕儿如今真是威风了，这镇北大将军的架子，连我这个亲叔叔都快高攀不起了。族叔不在兵部当差，来教场做事。我那不成器的侄子想进你这军中谋个差事，你如今手握重权，随便安插个百夫长，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？军中按军规行事，无战功者，从大头兵做起。你别忘了，当年你父亲战死，若不是我萧家全族倾囊相助，你能有今天？如今飞黄腾达了，便想忘恩负义。呸！老登装什么装？谁不知道你个老东西有龙阳之好，在城南柳树胡同那个小院里养了2个细皮嫩肉的小相公，花的还全是你老婆娘家陪嫁的银子。族叔既然如此重情重义，不如改日我亲自去一趟御史台，拜访一下您的岳父大人。你去见我岳父做甚？也好同他老人家聊聊族叔这些年在城南柳树胡同那个小院里养的那2位小相公，这吃穿用度想必花了不少心思吧。你胡言乱语，血口喷人！是不是胡言乱语？族叔大可试试，还不滚！这活阎王不止脸好看，脑子也这么好使，连这种隐秘的瓜他都能查到。不仅武力值爆表，还是个情报头子，太牛逼了！不愧是我看上的极品男人。这满嘴胡言的女人，倒也有几分机灵可爱。你一个人在校场也是无趣，刚才见你一直盯着靶场，要不要试试？妾身笨手笨脚的，怕是会丢了夫君的颜面。快说没关系，我教你，然后从背后环抱住我，手把手的教我拉弓。
就像古总剧里的经典名场面一样。快快快！太近了，这谁顶得住啊？要死要死！能不能别只教射箭，教点别的成年人该学的啊？手稳些，可把心放。救命！他牵马的样子也好帅，今天的校场体验项目也太丰富了吧！你今日射箭擦中塔边，又学会了骑马，悟性不错。说吧，想要什么奖励？奖励？太好了！直接把之前欠的那次元房给补上！现在，立刻，马上！夫君，什么奖励都可以吗？任何物质上的奖励都可以。夫君说笑了，妾身无欲无求，只愿夫君岁岁平安，便是对妾身最好的奖励。别以为老娘不知道你什么心思，连个洞房都不愿意，在这装什么大方？你要真想给，就不会问我想要什么。有本事你把云锦阁的霞影流光裙、玲珑阁的东珠头钱全给我买回来啊！最好再甩我1万两谢意，不然就别在这给老娘画饼。霍征，派人去云锦阁、玲珑阁，把他们掌柜的都叫到将军府。另外，去账房支1万两银票，交给我。日后夫人出门的花销不设上限。是。夫君，这太破费了，妾身受之有愧啊！我去，老公你简直就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！活菩萨、财神爷给钱这么痛快！要是能再让我摸2把腹肌，吃吃豆腐，那就更完美了。时候不早了，去营庄用膳吧。夫君，这鹿肉大补，您多用些。拿到。真羡慕将军啊！嫂夫人不仅长得美，还这么体贴入微。今日在校场，那安安静静等将军的模样，真是绝了。就是，哪像我家那个母老虎，别说来校场陪着了，连军营门口的土他都嫌脏，一见面就骂我一身臭汗。将军这福气，咱们是羡慕不来了。嫂夫人，末将有个不情之请。将军但说无妨。过几日休休，能否请嫂夫人同我家那口子，还有各位兄弟的家眷们聚聚，谈谈心，也教教他们怎么才能像嫂夫人这般，跟将军感情这么好，这么深爱自己的夫君。这妾身愚笨，哪里敢教导各位夫人？妾身只想在家中多陪陪夫君。开什么玩笑！老娘还想着怎么把这极品活元王吃干抹净呢，哪有时间去给你们那帮京圈贵妇上情感辅导课？不去不去！若让他整日待在府中，指不定脑子里又要做过什么荒唐事。让他出去结交些妇人，倒能让他消停些。夫人既然有此贤明，便莫要推辞了。过几日的聚会，夫人便带我出席，好好教导一下各位将军的家眷。是，妾身遵命。死木头，老娘想在家睡你，你竟然把我往外推！行，你给我等着！新衣服，新首饰，兜里揣着1万两银票，还有一群贵妇陪着喝茶聊天，这才是传淑女该有的顶级神仙生活啊！什么死装男萧炎，让他一边凉快去吧。将军夫人今日这身打扮真是光彩照人。听我夫君说，夫人昨日还亲自去校场陪将军，甚至陪着将军练兵。
夫人这份贤惠体贴，真让我们这些做妻子的自愧不如啊！诸位夫人谬赞了，夫君在外保家卫国，妾身不过是尽一些妻子的本分罢了，当不得贤惠二字。本分个屁！老娘是被那个火阎王强行抓去吃凤杀的，还陪着练兵，我那是被强行按头观看了一场免费的猛男秀，好吗？别看我家那个在外面威风凛凛的，一回到家倒头就睡，呼噜打得个震天响，连句知冷知热的软话都不会说。你那个还好，我家那个才烦人。从大营回来，满身汗臭味，洗都不洗，就非要往人身上贴，推都推不开，简直像头没开化的熊。我家那个倒是爱干净，就是整天不着家。各位夫人也别太往心里去，将军们在军营里操惯了，心思难免不够细腻，咱们做妻子的多体谅些便是。贾夫人，你家那个确实像块木头，建议直接一脚踹上床。姨夫人，你家那个不是不懂情趣，是根本没开窍，建议让他睡10天说不定清醒一下。陆夫人，你家那个最离谱，建议直接打断腿拴在家里。其实吧，我家那个虽然粗糙，但夜里倒是挺会哄人的。哇，刺激！原来古代贵妇局的车速这么快的吗？爱听，多讲。说起来，萧将军在战场上那是出了名的杀神，威风凛凛，在房中是不是也一样厉害啊？我哪知道啊！我操！我说了什么？完了！战神将军成婚1年还没圆房的惊天大娃，应该会传遍整个京城贵妇圈了吧？萧炎要是知道了，绝对会把我挂在校场的旗杆上当活篦子的！救命啊！哎呀，不说那些了，婉妹妹，前面那家脂粉铺子新上了几样好货，咱们去瞧瞧。好啊，听陆夫人的。吓死老娘了，还好糊弄过去了，不然这帮八卦贵妇非得把我生吞活剥了不可。你看，那是不是京城第一美膳郑国公府世子裴玄之？夫人光彩照人，连这满街的繁华都黯然失色了。夫人的帕子，多谢公子。不愧是京城第一美男，这声带简直是被天使吻过。如果睡不知道战神男主，睡这个温柔男生我也完全可以啊。将军，咱们去兵部明明走玄武大街更近，您非要绕到这朱雀大街来。哎，那不是郑国公府的世子吗？这小白脸还挺会献殷勤的，居然敢拦嫂夫人的路。在下看夫人面生，可是第一次来这朱雀大街。前面拐角处有一家新开的脂粉斋，里面有西域进贡的玫瑰露，或许各位太太们会感兴趣。多谢公子指路。这情绪价值简直拉满了，还会主动推荐美妆店，这放在现代妥妥的完美男友啊！家里那块千年不化的廖木冰山好太多了，好吗？夫人，玩的可还开心？夫君怎么也在此处？寻访引路。原来是萧将军，将军这是来接夫人回府的？不劳裴世子费心，那只身子娇弱，受不得风吹日晒，我便先把她带回去了，改日再去。这火阎王发什么疯？我的西域玫瑰露，神经病啊！不是他让我跟着这些夫人出来社交逛街的吗？怎么又摆脸色？难不成是来大姨夫了？夫人觉得方才那位公子如何？妾身未曾留意，不知夫君所指何人？好看当然是好看的啦，不过嘛，跟萧衍不是一个赛道，一个是温润如玉的清冷男神，一个是杀伐果断的冷面战神。硬要选的话，还是萧衍更胜一筹。可惜啊，只给看不给碰，实在太缺德了。去大门口盯着，等将军和夫人一回府，立刻让他们到正厅来见我。是，老奴这就去。小叶，你给我跪下！
舒儿，你起来，这事儿不怪你。什么情况？混账东西！成婚整整1年了，连房都没圆。昨晚一回来还跑去睡什么书房？你知不知道现在外面那些贵妇都是怎么笑话我们将军府的？镇北大将军在战场上威风，回了房却是个中看不中用的废物。母亲息怒，千错万错都是儿媳的错。夫君他只是军务繁忙，又体恤儿媳身子骨弱，这才……妈，骂得好！你今天是不是没吃饭？骂大声点！体恤？他要是真体恤你，能让你堂堂将军府的正妻，出门跟各府夫人交际时还要看人脸色。听说你昨日在校场还眼巴巴的找他要赏钱，我将军府什么时候穷到连主母的体面都给不起了？等等，这个剧情走向，难不成……来人，把账房的对牌，还有将军府名下所有田产铺子的契书，全都给我搬过来。还有你那个私库的钥匙，也给我交出来。以后将军府的中费，全交由舒儿打理。母亲，这万万不可，这些太贵重了。儿媳才疏学浅，实在不敢掌管如此重任。啊！私库、钥匙、账房、支取权，这是什么豪门主母爽文的终极情节？我单方面宣布，从今天起，婆婆就是我唯一的亲妈。好孩子，你是我们将军府明媒正娶的当家主母，这些本就是你应得的。往后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绝不能再委屈了自己。那明天先把城东那家酒楼盘下来，然后再去买10套最贵的头面，不，20套。还有一件事，为了破除外面的流言蜚语，从今晚开始，你们2人必须搬回主院同住，不许再分房。燕儿，你若是今晚再敢踏进书房半步，老身明天就让人把书房的门给拆了，劈了当柴烧！天哪，日子怎么坏端端的突然就好起来了？有钱有权，今晚还要开荤，今天到底是什么黄道吉日啊？萧燕，你今晚插翅难逃了。儿子，遵命。夫君，母亲也是盼孙心切，说话急了些。若是夫君身子还未大好，或者心中不愿，妾身断不会勉强夫君的。妾身可以在地上打个地铺。今晚吗？现在吗？苏唐月送我的那件半透起衣终要派上用场了吗？苍天有眼啊！我那苦命的活寡生活终于熬到头了。我先去沐浴。快，把香炉里换上最上等的催情啊不安神香，然后去把柜子最底层那个檀木匣子给我拿出来。这个姿势也太费腰了吧？古人的腰椎间盘都这么好的吗？不过萧燕应该可以吧？她白天在校场骑马射箭耍花枪的时候，看着核心力量简直爆表啊！夫君，完了，人设崩了，彻底塌房。妾身只是在研习夫妻相处之法，还不如不说呢，越描越黑。算了，我先装一下。夫君若是不愿，不必勉强。别添这句，千万别添这句，我就是客气一下婉薇而已，你倒是快点过来啊！不勉强。哎呀，好紧张，轻点，别这么凶。这烛火能不能调暗一点？我脸上的粉都要被看清了。青叔，你可愿意？我愿意，我太愿意了。小桃，去吩咐厨房把昨日送来的甲鱼老参都炖上，再熬一坛枸杞红枣水，给将军好好补补。是。夫君醒了，昨夜夫君辛苦了，妾身特意让厨房备了些滋补之物，夫君快趁热喝了吧。赶紧喝，多喝点，这可是我查的壮阳秘方。夫人，您的药熬好了。你身子不适，这是什么药？劳夫君挂心，
妾身只是自幼体寒，这是娘家大夫开的温补方子，用来调理身子的。当然是避子汤啊，我可千万不能怀孕，不然到时候就麻烦了。既然是补药，就趁热喝。今日兵部尚书府有一场赏花宴，你准备一下，随我同去。又去赴宴，无聊死！天天商业互吹，还不如在家里接着看替身小妾带球跑，将军追到边关哭。等等，兵部尚书府，那今天京中各府的夫人小姐肯定都在。这可是豪门八卦的现场版啊！终于能去吃一手瓜了。哇哦，那就是礼部侍郎的夫人，还在那儿笑呢。你老公养在城南那个外室，肚子都已经显怀了，马上就要闹上门来逼宫了。哎呀，那位就是永安侯夫人吧？听说她自己在城外的庄子里养了3个比潘安还俊俏的小白脸儿，这才是真正的人生赢家啊！吾辈楷模。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？哎呦我去！那边那个李家小少爷，这眉眼这鼻简直跟他爹没有半毛钱关系啊，倒是跟旁边那个贴身侍卫长得一模一样。这绿帽子戴的都快反光了吧？这女人到底是从哪里知道这些能诛九族的秘籍的？哎呀，我们将军昨日非要给我买这只金枪玉的簪子，我说太破费了，他就是不听。快拉倒吧，你老公那是心虚。他昨天刚给于红远的头红赎了身，还在这秀恩爱，真是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。这定国公府也太抠搜了吧！这点心做的跟指甲盖似的，一口一个都不够塞牙缝里，还不够我平时1顿饭的开胃菜。好饿啊！我想吃大肘子，我想吃烤全羊。嘘，跟我来。看看这面若桃花、春风满面的样子，跟吃了10全大补丸似的。你这日子过得相当滋润啊！别瞎说，我只是最近在府里吃得好、睡得好罢了。少来这套，赶紧如实招来，是不是终于圆房了？你要死啊！这大庭广众的，瞎说啥呢？芳儿，你别忘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。睡睡就得了，全当是解解馋，千万别真动心了。到时候沈青书一回来，你可就不好脱身了。我心里有数，等他回来，我拿了钱就走，绝不留恋。是吗？从前你跟我提起跑路的时候，眼睛都是亮晶晶的，可现在我提起这事，你倒像是100个舍不得。姐妹，你放心，这次我真不会被男人骗了。我装作被他迷得神魂颠倒，只是我计划中的一部分。你别说了，我有自己的计划。是吗？哎呀，那边花开的不错，我们去赏花吧。听闻将军夫人出身名门，深得萧将军看重，想必才情也是极好的。今日水搜景致这般好，不如夫人也做一首应景诗，让我等开开眼界。我操，什么鬼？古代贵女圈居然还要现场考试？作诗？我连平仄押韵都搞不清楚，做个屁的诗啊！这位小姐说笑了，妾身才疏学浅，久不作诗，实在不敢在此班门弄斧，扫了大家的兴致。将军夫人也太谦虚了，沈家世代书香，门第摆在那里，哪里会连一首简单的应景诗都做不下来？莫不是只博了个贤惠的虚名？这腹中其实空空如也。今日不过是大家聚在一起宴饮赏景，图个乐子罢了。将军夫人既然不愿作诗，又何必苦苦相逼，拿诗文来为难人呢？夫人如此急着相护，倒像是笃定将军夫人做不出诗来，怕她丢了将军府的脸面似的。好啊，本来想装个孙子躲过去就算了，你非要逼我是吧？给脸不要脸的东西！将军夫人迟迟不肯作诗，怕是要当众出丑了。就这点伎俩，也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？行，今天就让你们这群没见过世面的古代人见识一下大学生的含金量。
既然诸位如此盛情，妾身才疏学浅，便只借这眼前的景观献丑了。山空天籁寂，水榭岩清凉，浪定一浦月，藕花闲自香。傻眼了吧？小样，跟我斗，你还嫩了点儿。看来我这位夫人身上还有许多我不知道的惊喜。好诗，好一句藕花闲自香，此诗清丽脱俗，极具气度，正合今日水县这般清幽景致。将军夫人果然是大才，将军夫人果然深藏不露。小姐谬赞了，不过是关景偶有所感，登不得大雅之堂。今日多谢夫人仗义食言，替妾身解围。夫人客气了，我不过是看不惯有些人仗势欺人罢了。再者，以夫人的才情，根本无需我多言。夫人心善，必有后福。妾身平日里闲来无事，略懂一些看相之术。观夫人面相，近日需多加小心府中账房的银钱流动。此外，也要多留意尊夫身边新晋得宠的下人。妾身只是随口一说，夫人莫要怪罪，全当是个玩笑，不必声张。你何时还懂看相了？小时候在乡下遇到个老道士教的，我看那位夫人印堂发黑，肯定要破财。说了吗？定国公府那位夫人回去后侦查了账房，结果你们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难不成那丈夫管事真有问题？何止是有问题，那管事竟跟夫人丈夫在外头养的外室私通，险些把府中大半银钱都给卷跑了。幸亏发现的早。我的乖乖，这也太准了吧！这将军夫人不仅才情惊世，难道真是神仙下凡，能掐会算？现在整个京城贵妇圈都传疯了，说将军夫人看相极准，料事如神。各府的拜帖，估计这会儿都快把将军府的大门给挤破了。将军，这些都是各府送来给夫人的拜帖。自打上次定国公府赏花宴后，这拜帖就没断过。有请夫人去赏花的，有请去品茶的，还有几家甚至送了厚礼，拐弯抹角的想请夫人去帮忙看一看家中运势。这京中权贵圈水深得很，不知有多少人想接济声势，把那些名声不显或是别有用心人家的帖子全都筛掉，只留几张平日里交好，就说夫人近来身子困乏，日理多思。是，老奴这就去办。夫君每日军务繁忙，还要为妾身这些后宅琐事费心，妾身实在过意不去。这活阎王怎么管得这么宽？连我去哪家出门都要管，这筛选客户的架势简直比我前世的经纪人还要专业啊！是啊，我是个替身，这将军府的荣华富贵迟早是要还给姐姐的。我在这里吃喝玩乐，可远在乡下的奶奶呢？她身体本来就不好，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。这几日，他虽然表面上嘻嘻哈哈，但偶尔总会流露出这种疏离感。他随时都准备抽身离去吗？夫人嫁来府中已有些时日了，若是想家，也是该回去看看的。什么？这活阎王今天吃错药了，居然主动放我假！夫君体恤，妾身确实有些思念娘家父母了。那妾便回娘家小住2日，尽尽孝道。多带些侍卫，注意安全。奶奶，婉婉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哎呦，怎么瘦了这么多？是不是在将军府受委屈了？哪有瘦？我那是最近京城流行的骨感美。奶奶，你不知道，我在将军府过得可好了，每天吃香的喝辣的，
将军也对我言听计从的。你这丫头从小就报喜不报忧，那将军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活阎王，你替你姐姐嫁过去，每天提心吊胆的，能过得好吗？奶奶您就别瞎操心了，那萧燕虽然冷着张脸，但人长得好看，出手又阔绰。等过几个月姐姐腿伤好了，我拿了沈家给的跑路费，就带您远走高飞。咱们去江南买个大宅子，包10个小鲜肉，天天给您唱曲儿。婉婉啊，有些事莫要骗了别人，最后却苦了自己。婉婉，我对不住你，都是姐姐不好。如果不是我逃婚摔断了腿，你也不用。行了行了，把眼泪收一收。既然你觉得对不起我，那就拿点实际行动出来。婆婆把将军府的中费交给我了，让我明日前清点完这些账目。我正愁看不懂呢。来，干活吧。你让我算账？废话，我替你嫁人，替你睡，替你应付那个活阎王，你替我算个账怎么啦？赶紧的，算不完今天不许吃饭。免费的高级劳动力不用白费用。等他算完了，我拿着完美的账本回去交差，婆婆肯定又要赏我一大笔银子，完美。婉婉，有件事我必须叮嘱你。什么事儿？若是你在京城见到了许知远，也就是我从前的心上人，你千万要躲远些。想起来了，沈清书逃婚，就是为了和那个穷书生许知远私奔。那个害你翻墙摔断腿的穷书生，我躲他干嘛？他现在不是穷书生了，他上个月高中状元，成了皇上面前的红人。婉婉，若是让他见到你，必定会纠缠不休的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京城那么大，哪有那么巧？秦叔，秦叔，是你吗？我操！好的不灵，坏的灵，真撞上这个渣男许知远了！快走，快走！秦叔，我知道是你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秦叔，我现在考取功名了，再也不是当初那个护不住你的穷书生了。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带你离开那个可怕的将军府。你清醒一点，我真的不是他，你别过来，我是双胞胎妹妹。你说什么？放肆！徐大人，当街拉扯本将军的夫人，你想做什么？萧将军，我与夫人乃是旧识，许久未见，一时失态罢了。夫君，完了完了，这什么修罗场？20万里，什么20万里？一见面就要抱在一起。许大人，你看清楚，站在你面前的是本将军明媒正娶的夫人。你若是再敢对她有半点不轨之举，休怪本将军刀剑无眼。夫君，我真的有些头晕，我们快回府吧，求你了。他这是心虚了。回府。说吧，那个男人到底是谁？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夫君，妾身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只是儿时的玩伴。什么样的儿时玩伴，一见面就要不顾一切的抱在一起？沈清书，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？苍天啊，谁来救救我？他就是认错人了，可我不能说呀。认错人是真的，但不能说。他到底在隐瞒什么？好，既然你说他只是儿时玩伴，那为何他看你的眼神
如此痴狂。拜托大哥，那是你眼神自带800米滤镜，人家那是看救命恩人的感激眼神好吗？许是夫君看错了，这到底有啥好吃的？那穷酸书生哪有萧燕帅，哪有他身材好，哪有他给钱痛快？最重要的是，这可是我亲自验过货的法王老公啊！我放着好好的老公不要，去跟那书生拉扯，我脑子有坑吗？夫君明鉴，若夫君不喜，妾身保证，绝不再与他有任何来往。本将军并非是吃醋，不过是提醒你注意将军府的体面罢了。是，夫君教训的是。死鸭子嘴硬，刚才那杀气都快把整条街给冻上了，还说不是吃醋，这嘴简直比城墙拐角还要硬。听说咱们名震天下的萧大将军今日在朱雀大街上冲冠一怒为红颜，为了夫人的一位儿时文宴大动肝火。没有的事，不过是警告几句罢了。没有的事儿？我可听说那位许志远如今是皇上面前的大红人，年少得志，前途无量，模样也不差。老萧啊，若那位许大人真和嫂夫人有过什么旧情，你就不怕到手的媳妇被人抢走？抢走？算个什么东西？举止轻浮，当街拉扯有夫之妇，一副勾栏做派。他哪里配与本将军相提并论？老萧啊，老萧，你怎么反应这么大？怕不是对嫂夫人动了真心吧？本将军只是看不惯有人觊觎将军府的人。既然只是将军府的人，若换成将军府的管家被人挖墙脚，你是不是也气得当街拔刀？怕不是对嫂夫人动了真心吧？夫君回来了，是不是喝酒了？小心风口吹了头疼，快进屋喝醒酒汤。我去，这男人喝醉了怎么这么好看？开到隐藏款了，冷脸微醺版老公简直就是魅魔来的。这眼尾泛红、眼神迷离的样子，配上冷酷禁欲的脸，完事。莫名其妙，又开始死状。我又没怎么招你，跑那么快干嘛？夫人，城南那家张记桂花糕刚出炉，咱们快走吧。走，今天必须买它个10斤。青叔，求求你告诉我，你为何要装作不认识我？我派人找遍了京城，根本没有你的消息。许大人，你别再找了，我姐姐她已经死了。不可能！你骗我！他怎么会死？我不信你在骗我！我拼了命的往上爬，就是想有资格堂堂正正的带他走。我好不容易才考取功名，他怎么能连最后一面都不让我见？人死不能复生，许大人，斯人已逝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你如今已是新科状元，前途无量，希望你往前看，不要再纠缠于过去了。小桃，我们回去。夫君，这便是你说的，以后绕道走，绝不再见。夫君，你听我解释，这次真的是误会。我只是想出来买糕点，谁知道他像个鬼一样蹲在这。是吗？上次在朱雀大街，你也是这么说的。苍天啊，怎么偏偏又被这火焰王撞见了？我发誓，我真没想见那个许志远了。老公，再信我一次吧。回府。萧炎，你夺我所爱，我许知远此生与你势不两立，总有一天我会堂堂正正的把青书接走。主子，查清楚了，那人名叫许志远，乃是新科状元，如今在翰林院任职，极得皇上看重。
隐有清流领袖之势。难怪敢在将军府门前如此放肆，原来是有了皇上做靠山。如今朝堂局势微妙，若我直接动得，难免落人口实。那便让他彻底滚出京城。本将军记得，西南3州连年水患，正缺一位清贵又稳重的钦差去督办。明日早朝，让兵部递个折子，就说新科状元才堪大用，正是外放历练的不二人选。属下明白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新科状元许志远，特命其为西南3州钦差，督办治水事宜。即日启程，不得有误。钦此。微臣领旨谢恩。请说，在西南立下大功，定要风风光光的回京，查清你到底是死是活。若你活着，我必带你走；若你死了，便有整个萧家为你陪葬。终于滚蛋了！这狗皮膏被发配边疆了，我的九族保住了！感谢皇上，感谢朝廷。医生，他跑了，他居然真的丢下我跑了。为何要走？他留了一封信，说他受够了被我嫌弃不够贤惠。他说他要出去过几天清静日子。这个狠心的女人，外面兵荒马乱的，她一个弱女子能去哪儿？既然如此担心，为何当初不好好待她？夫妻之间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，非要闹到离家出走的地步？你少在这里跟我装理智！你现在看着我笑话，等哪天你老婆也不声不息的跑了，我看你还能不能像现在这么淡定的喝茶？他这段时间一直在拼命攒钱，甚至还说过去江南开铺子。难道他真的打算离开我？夫君回来了。等哪天你老婆也不声不息的跑了。在吃什么？没什么。完了，被抓包了！堂堂将军夫人躲在角落里偷吃街边小吃，这要是传出去，还不被他骂死？夫人打算吃独食吗？夫君，你也要吃？好吃。我就说这家的冰糖葫芦特别好吃吧。夫君若是喜欢，下次我让小桃买2份回来。青婉，从前我去打仗，留你一个人在府里苦守了1年，是我亏欠了你。以后我会好好待你。我的妈呀，死庄男突然这么温柔，怪让人心动的。多谢夫君，妾身还不饿。哇咔咔，这简直是神仙日子，有吃有喝，还有顶级帅哥全方位贴身服务，这日子也不是不能多过2天。将军夫人，听说您看相极准，最近我家中总是莫名其妙的不安稳，不知夫人可否帮我算一卦？呸！老妖婆，你家不安宁是因为你缺德事做多了，今天落到姑奶奶手里，非得好好治治。夫人印堂发黑，隐有煞气盘旋，敢问夫人，家中可是有1儿1女？对，夫人真是神机妙算，我确实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。唉，那就难怪了。夫人有所不知，你家小儿子与你命里犯冲，乃是天煞孤星转世。你若一味偏宠他，反而会折损你自身的福报和家宅的运势。那可如何是好啊！求夫人救命！万物相生相克，反倒是你的大女儿命格极贵，
乃是天降福星，恰好能牵制住你儿子身上的煞气。只要夫人从今往后保障大女儿衣食无忧、平安喜乐，绝不干涉她的婚事，这福星的光芒自然能护佑你整个家族万事顺意。多谢夫人指点，我回去一定好好待我女儿，绝不让她受半点委屈。救一个是一个吧，希望那姑娘能逃过一劫，别再被这老妖婆卖给糟老头子了。没想到她竟然这样善良。老公射的是丘比特爱神之箭吗？我直接就是一个风心无许。护卫队听令，立刻封锁猎场，保护家眷。老公，好帅！多谢夫君救命之恩。嘿嘿，表现得这么好，英雄救美，看我今晚回去怎么狠狠的疼爱你。燕哥哥，你刚才那一箭真的是太厉害了。燕哥哥，哟，叫得挺甜啊，怎么不直接叫亲亲好哥哥？这哪是小青梅啊，这简直是极品龙井啊！燕哥哥，我许久都没看你亲自下场骑射了，你今日能不能再去跑一圈？夫君，既然沈姑娘如此想看，那夫君便下场去跑一圈吧。去啊，你赶紧去，最好直接骑着马带她绕场3圈，我就在旁边给你们鼓掌祝福，祝你们百年好合。这女人明明心里醋坛子都打翻了，嘴上却偏要装大度。可恶，死装男装归装，但这帅也是真帅啊！这腰身力量绝了！燕哥哥，你辛苦了，快喝口水润润嗓子。哟，服务还挺到位啊，连水都备好了。夫人今日这身绯色衣裙，犹如一朵盛开的红梅，极为称景。裴公子谬赞了，公子风姿卓绝，才是这猎场中最亮眼的一抹风景。哼，你有你的小青梅，我还不能跟大帅哥聊两句？大家礼尚往来。裴公子倒是清闲，不在场上狩猎，倒有空在这里与女眷闲聊。夫人今日与那位裴公子聊得可还尽兴？托夫君的福，自然是尽兴的。倒不知夫君今日与那位沈姑娘叙旧，可还开心？我与沈月堂不过是儿时相识，多年未见，寻常寒暄罢了。那真是巧了，妾身与那位裴公子也不过是寻常寒暄而已。寻常寒暄？寻常寒暄需要你对他笑得那么久？那夫君呢？夫君当众拒了人家的水，连碰都不碰一下，真是高风亮节。谁看不得夸一句萧将军是正人君子啊！你个死双标狗，你自己可以有青梅竹马，可以有燕哥哥，我跟人说两句话就不行了？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。要滚！若夫君如此不愿意见到妾身，觉得妾身水性杨花，败坏了将军府的名声，那大可继续分房睡。妾身这就去客房，绝不在这里碍夫君的眼。分房睡，
他就这么想离开我，想让我形同陌路，随时准备抽身跑路是吗？芬芳，你倒是想得清楚。说狗们，救我的们，放开我！等等，这什么情况？怎么比平时还要带劲儿？原来这死装男不装的时候，走的是这种狂野路数。这荷尔蒙爆发的压迫感，简直绝了！夫君，不是不想见我，不是嫌我碍眼吗？天哪，以后是不是可以适当惹他生气？这绝对属于隐藏的高级副本啊！震翻了！夫君请用茶。昨夜是妾身不对，不该与夫君置气，还望夫君见谅。正所谓小吵怡情，大吵伤身。下次惹他生气的时候，一定要精准控制好火候，把他惹到刚刚好爆发的那个点就行了。昨日是我不好，昨日我确实是吃醋，我不信你对别的男人想。他说了，这死鸭子嘴硬的死装男终于承认他吃醋了，这比铁树开花还要稀奇啊！以后你离那些人远些。夫君放心，妾身以后看到别的男人一定绕道走。看在昨晚体验不错的份上，今天就先顺着他，哄哄他吧。哎呀，这是哪里来的小可怜？慢点吃，别噎着。好乖好软，简直是梦中情猫，好想直接揣兜里带回家啊！可是将军府规矩森严，萧燕那个冷面煞神成天板着脸，连只鸟都不准随便飞进去。要是带只夜猫回去，他会不会嫌烦直接扔出去？翠竹，去前面铺子买些干净的肉干和牛奶放这儿，别饿着他。是，夫人。冷面煞神，我在他心里竟是这般不近人情。不过一只猫而已，将军府又不是养不起。去，把那只猫带走，洗干净，找全城最好的兽医看看，别带了病气。属下遵命。这不是昨天那只小猫吗？昨日路过，见这猫实在吵闹，便顺手带回来了。你让兽医看过，很健康。你若嫌烦，我便让人送走。他怎么知道我想要？他居然派人去带回来了，还洗得这么干净，这简直就是有求必应的哆啦 A 梦啊！夫君，你太好了，我好喜欢。小乖乖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啦。那是什么神仙？不过看他这么高兴，倒也值得。夫君，我们给他取个名字吧，长得胖乎乎的，毛色像金子，不如叫来财。来财，俗气。不过你喜欢就好。去库房找好木料，在院角搭个猫舍，多备些新鲜鱼虾。是，将军。这冷冰冰的将军府，似乎很久没这么热闹过了。有他在，真好。夫人，求你给小人看一看吧，小人这回真是逼得没路了。老板不必急，慢慢说。小人做的是水晶买卖，原本指着江南那边上货，可最近江南商路不太平，许多商队被抢，货物运不进京。小人也是上游断货，被客商哄着囤了一大批水晶，谁知摆在铺子里根本没人要。偏偏犬子马上成婚，聘礼酒席样样要钱，若再周转不开，婚事都要受影响。夫人，您给小人指条活路吧。你带样品了吗？
这哪是滞销货，这是玄学带货原材料啊！颜色有了，质感有了，就差故事。老板啊，老板，你光卖石头，当然卖不出去。我替你看了一卦，你这批水晶并非无用，只是没遇到合适的主人。合适的主人？水晶有灵，落在不懂元法的人手里是死物，落在懂元法的人手里便各有用处。夫人的意思是，这批货还有救？我近来正要做些转运平安的小物，你若愿意，这些水晶我全收了。夫人当真全收？你家中有急事，我也不过顺手结个善缘。只要能回本，小人愿意把价格压低。夫人肯就这一回，便是救了小人一家。低价收库存，高价卖情绪价值。桃花款、平安款、聚财款、安宅款全都安排上，商业闭环来了，这波赚翻了。他满脑子赚钱，倒也误打误撞救了人，只是江南商路被劫，不像小事。将军夫人真是活菩萨，不光算得准，还心善，知道我家里急用钱，把那批水晶全收了。夫人竟还会帮人解困局，怪不得人人都说他是神算。粉色做桃花源，白色做平安手，绿色做聚财，黑色做小人退散，绳结、锦和签纹都要配齐。翠竹，去找手艺最好的工匠。夫人，这是要做法器？这是做生意。明知他一心惦记发财，却还是觉得这份鲜活有意。这批水晶虽不算名贵，胜在清透干净。若做成平安手串，倒也雅致。夫人在做什么？妾身想着先做2串样品，若样式合适，之后也好让匠人照着做。样品个鬼！这是我专门制作的情侣手串。为何是2串？男女所戴，尺寸本就不同，妾身先各做1串，才好看效果。死木头，还能为什么？当然是你一串我一串。那便先拿我试试。将军手腕宽，这1串尺寸正合适。另1串，既是样品，夫人也该试试。将军说的是，这算是交换定情信物吗？矜持，淑女人士不能把。这2串不必拿去做样品。为何？我喜欢。主子，查得如何？他出嫁前，沈家到底有无异常？属下暗查了沈家当年的稳婆和旧妇，沈家并非只有1个女儿。什么意思？当年沈夫人产下的并非单胎，而是一对双生。沈家好大的胆子！那另一个女儿如今在何处？回主子，夏将军府的是沈家精心教养的长女，而双生妹妹据说因八字相合，一出生便被秘密送去乡下，京中几乎无人知晓。原来如此，难怪他总念叨乡下和奶奶，原来是心疼那个被家族抛弃的妹妹。难怪他吐槽早不是沈家大小姐，定是觉得沈家冷血无情，在为妹妹抱不平。他费尽心思卖水晶攒银子，还要寻什么底气？定是为了有朝一日把妹妹接回京城，护她周全吧。这傻女人，把心事全藏肚子里，表面贪财，实则中枪中敌。传令下去，派人暗中去乡下仔细寻访那个双生生妹妹，记住，绝不可打草惊蛇。属下遵命。等查清他妹妹的下落，再给他一个惊喜。你这次回来，萧燕可有说什么？他是否已彻底信任你？萧母可有起疑？回父亲，将军府一切如常。萧将军公务繁忙，并未多问。老夫人也未曾有过疑心。亲女儿回门，上来就直奔主题，
这哪是回娘家，这分明是项目复盘会，就差让我当场做个年度总结报告了。没起疑就好，你给我牢牢记住，你姐姐伤好全之前，你在将军府绝不能出任何差事。萧炎生性多疑，最重忠信，若被他发现我们沈家李代桃章，后果绝对不是你能承担得起的。整个沈家都要跟着你陪葬。女儿谨记父亲教诲，定当谨言慎行，绝不坏了姐姐和沈家的大事。放心吧，等我赚够跑路的钱，你们求我留下我都不干。什么破尚书府，谁爱戴谁戴。婉婉，且慢。我看你近日脸色不太好，恰好府里请了平安脉的大夫，让他也替你瞧瞧吧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这便宜母亲居然会关心我，难不成是良心发现了？多谢母亲挂念。回夫人，少夫人脉象平稳，只是有些气血不足，并无喜脉之象。我还真是自作多情，什么关心我脸色不好，分明是怕我怀孕来查岗的。去，把那包东西拿来。这是避子方，你回将军府后记得按时熬着喝。婉婉，别怪母亲狠心，你姐姐伤好后，你们要换回身份。若你在走前怀上萧家的孩子，这乱子可就大了。母亲考虑的周全，女儿明白。婉婉，你时辰不早了，女儿告退。夫人，您没事吧？那药……没事。娘好甜，你们也吃。楠楠吃，爹不爱吃甜的。慢点吃。啥时候逃离原生家庭？走吧，回府。萧燕，回来了，路上可累？不累。这冷面煞魂今天吃错药了，亲自在门口等我，还扶我下车。小别胜新婚居然是真的，几天不见，死忠男还挺会疼人。这女人嘴里没一句实话，心里倒是比谁都诚实。哎呦，我的好媳妇儿，这才几天没见，脸色怎么不太好？是不是在娘家没休息好？母亲多虑了，儿媳一切都好。去吩咐小厨房炖上少夫人最爱喝的冰糖燕窝粥，多放红枣、桂圆，好好补补。是。燕儿啊，你如今也算开窍了。照你们这般恩爱，估摸着要不了多久，为娘就能抱上乖孙儿了。还是婆婆懂我，这冷面煞神平时跟木头似的，也就是今天才稍微开点窍。不过生孩子就算了，这工具人我不等。我来。这死装男手长得还挺好看，骨节分明，修长有力的。这双手要是用来做点别的事就好了。夫人冷落我这么多天，也到了该还债的时候了。这是什么？尚书府带回来的补药？对，母亲见我气色不好，特意抓的调理气血的药。完了，怎么掉出来了？这可是婢子方，要是被他发现我不想生孩子，不得扒了我的皮！绝不
不能让他起疑。既是岳母心意，便好好收着。是。看清楚了，到底是什么药？回将军，这方子里有红花、麝香，乃是避孕之效，且药性偏寒，不宜久服。避子汤，他竟背着我喝避子汤，原来他根本不愿与我孕育子嗣。此事不许声张，退下。是。夫人，药熬好了。怎么一直盯着我？夫君尝尝，味道不错。不必了，我不饿。可是军中出了什么棘手的事？没有。有事倒是说啊，摆冷脸给谁看？我小心伺候，还要喝这破药，我招谁惹谁了？我书房还有公务，你早些歇息。将军夫人，我心中倾慕一位才子，可他家境贫寒，不知该不该托付终身。等等，这不就是原书里专门骗贵女钱财的软饭男吗？后来还害着小姐被退婚，名声尽毁。小姐，你近日桃花带煞，越是甜言蜜语的人越不能信。我劝你3日之内，切记别送银票，别借首饰，别替人担保。夫人这话我不爱听，他对我不图钱财，夫人莫不是要拆散有情人？你若不信，咱们打个赌，若那才子真心，3日内必定不会主动提钱。这粉晶能引动真姻缘，你且带着看看。夫人，这石头是不是很贵啊？心诚则灵，贵的不是石头，是心意。粉水晶，恋爱脑刚需，高客单，高转化，完美。夫人神算，那混账才第2日就突然来要银子，说买官打点，若不是夫人提醒，我就被骗了。我不过顺势点拨，是你自己福泽深厚。哈哈，恋爱脑防诈骗专项服务，功德加1。顺便粉晶口碑也打出去了，一石2鸟。这女人真是没心没肺，昨夜还跟我闹脾气，今天转头就做起防诈骗买卖了。唉，夫人啊，我愁死了。府里开销大，银钱总留不住。大姐，你把金山顶头上跟我筹钱？没关系，只要你有钱，我就能让你花出去。夫人莫慌，绿色主木能生发，最能聚财守财。你带上它，保准财源广进。他这满嘴跑火车的本事都是炉火纯青，卖的竟是人心。太棒了，离跑路基金又进一步，等攒够了钱我就自由了。原来他不仅喝避子汤防着我，还如此拼命攒钱。他到底是有多想离开将军府，多想从我身边逃走？我当什么了不得的宝贝，不过是寻常破石头，也就偏偏你们没见过世面。我才不信这些神神鬼鬼，这紫色石头管什么的？这紫水晶最能安神助眠，尤其适合心思多、嘴又硬、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的人。你是不是指桑骂槐说我？表妹哪里话，我不过照本宣科。若表妹对号入座，也是这水晶与你有缘。
将军夫人，帮我看看，我家里婆媳不和，3天2头吵架，该戴什么颜色的水晶？戴个耳。这位夫人，你家这情况乃是五行缺了一个镜子。五行缺镜，不错，五行缺镜宜配白水晶。这白水晶主净化平和，你戴上它，少说多听，心静自然凉，家宅自然宁。金木水火土，五行蛇是多出个镜子。这女人满嘴跑火车的本事，真是无法无天了。玄学嘛，最终解释权归我。只要故事编得好，石头也能变成宝。100两、200两、500两，发财了！来财啊，你可真是我的招财猫。自从你来了，我这生意越做越红火。照这速度，再攒一攒，以后就更有底气了。到时候就算被萧炎那冷面煞神赶出府，我也能做个包租婆，吃香喝辣。这日子想想就美滋滋。等攒够了钱，我就有底气离开这里了。底气？他心思念念的底气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彻底离开我吗？难道在我身边就这般让他难以忍受？今晚身子可好些了？婉婉啊，你成婚也有段时日了，肚子怎么还不见动静？为娘实在不放心，今日特意请了城里最好的大夫，来给你好好调理调理身子。完了，我前几日才喝了避子汤，不会被整出来吧？娘子得罪了。别慌，稳住！中医再神，也不至于连我喝了什么药都能摸出来。只要死不承认，就能糊弄过去。回老夫人，少夫人脉象平稳，身体无大碍。只是近期似乎服过大寒之物，方子里含有麝香、红花等避孕之材，此药极伤身，若久服，恐日后子嗣艰难啊！全完了！这老大夫是带了显微镜来把脉的吗？这下真完了，瞒不住了！你竟敢偷偷喝避子汤！你为何要这般作践自己的身子？母亲，是我让他喝的。你简直荒唐！那是绝嗣的毒药，你身为独子竟让他喝这种东西！母亲息怒，如今朝中局势未稳，边关蠢蠢欲动，儿子随时可能领兵出征，此时不是要孩子的好时机。若留下孤儿寡母，才是对他不负责。他不过听从儿子安排，母亲莫怪他。好一个军务繁重！来人，去请家法！我今日非教训你这不孝子！小野，你……儿子不孝，任凭母亲责罚。萧家盼孙子盼了多久？你竟敢让他喝避子汤！你知不知道那避子汤对女子身体伤害有多大？我打死你这不孝子！
母亲，别打了。那要是……母亲要打便打，此事全是儿子一人的主意，与他无关。你的主意，你真长本事了！若伤了他的身子，我唯你是问。他是不是傻？明明是我自己要喝的，他为何要全揽过去？他为了保护我，连命都不要了吗？我原本还庆幸躲过一劫，可看他这样，我怎么比自己挨打还难受？这点皮肉伤换一句心疼，倒也值了。不疼？怎么可能不疼？都打成这样了，这死壮男就知道硬扛。小叶，你为何对我这么好？你这样让我怎么舍得走？婉婉，告诉我，为什么不愿意怀我的孩子？你若不愿与我有牵扯，可以直说，大可不必用婢子堂伤自己身子。不是的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小叶，我不是不想生，我是不能啊。戚家戚县，果然，她不是不愿，而是不敢。这傻女人把所有委屈藏在心里，硬扛。别哭了。若不给个合理解释，这冷面杀神肯定要钻牛角尖。到底怎么变？夫君，我不是不愿意，只是我如今才满18，身体尚未完全发育。我曾在古籍看过，女子若过早生育，无异于鬼门关走一遭，不仅对母体损伤极大，甚至可能留下不可逆的病根，折寿短命。我只是有些害怕。这也不算撒谎，这可是现代医学常识，18岁生孩子本来就是高危操作。对，我这叫科学科普，不叫骗人。你一直都在害怕这个？只是谨慎些罢了。抱歉，是我粗心，从前竟不知这些。我还以为你是因为厌恶我，才不想给我生孩子。厌恶你？怎么会？你这个傻子，我怎么可能厌恶你？以后别再喝那婢子汤了。不喝婢子汤，那万一中招了怎么办？难道他还是要我生？那药太伤身，你既害怕，我便不会勉强你。若要避孕，我会另想办法。母亲那边我也会去说清楚，绝不让你再受委屈。萧燕，在知道避孕这件事后，第一时间想到的竟然是先顾全我的身体。你怎么这么傻呀？婉婉，醒了。母亲，婉婉年纪尚轻，身子骨尚未完全长开。大夫也说女子过早生育极易伤身，甚至留下病根。儿子实在不愿她冒这个险。你现在倒知道心疼媳妇儿了，早干什么去了？是儿子思虑不周，让母亲忧心了。罢了罢了，既然你们小两口拿定了主意，我这老骨头也懒得做恶人。孩子的事儿可以缓一缓，但你给我记住，绝不能再让他喝那些伤身之药。多谢母亲成全。怎么了？可是母亲还在生气，还是背上的伤又疼了？母亲今日虽未再打，但昨日那家法确实很痛。这是在跟我撒娇吗？这反差萌谁顶得住啊？果然会撒娇的男人最好命。
哎呀，知道夫君受大委屈了，快把衣服脱了，我再给你上点药，顺便给你吹吹，吹吹就不痛了。你看，连来才都知道你委屈，跑来安慰你呢。这间屋子，这个人，竟比我在边关立下的任何战功都让我觉得踏实安心。这冷面将军私底下居然这么豪横，跟顺毛驴小猫小狗也没什么区别嘛。哄小孩也不过如此。还疼，再吹一下。若有一日离开将军府，你想去哪儿？这冷面煞神怎么突然查房？难道我咱跑路基金的事暴露了？不行，必须表忠心。夫君怎么忽然问这个？妾身既嫁入将军府，自然哪里也不去。哦，是吗？非要说的话，我想去江南。等期限到了，我就带奶奶去江南。找个水乡小镇开个铺子当老板娘，每天晒太阳吃甜糕，谁也管不着我，简直太快活。江南，铺子，甜糕，还有一个奶奶，他把未来计划得如此美好，可是他的未来里就是没有我。完了，这大王子脾气怎么说来就来？难道他不喜欢江南？夫君喝茶，将军府这么好，我才舍不得走呢。夫君待我这般好，我哪里也不去。记住你今日说的话。哎呀，我的帕子！来才站住！哇，夫君反应真快，不愧是大将军，这身手太厉害了。幼师级别安抚成功，直接把这冷面煞神哄成胚胎。胚胎，这是何物？绝对不是正经夸人的好话。夫君，这甜糕好吃，你多吃点。夫人，这是李少夫人大婚，特意派人送来厚礼，感谢夫人当初的点醒之恩呢。都是缘分，少夫人福泽深厚。售后反馈太好了吧？给钱送原材料，口碑彻底打响。反水晶赛道有前途，活该我发财。多谢夫人当初点醒，若非夫人，我险些错过良缘，大恩没齿难忘。夫人姻缘挂灵验，不知能求一串粉水晶吗？我也想求，多少银子都好说。诸位莫急，灵石难求，需看机缘。婚宴现场精准货户，绝佳线下推广活动，今晚这波流量必须全部转化。我酒量浅，实在不胜酒力。甜甜的像饮料，能有什么事儿？多喝2杯也无妨。这果酒后劲足，少喝些。好，听夫君的。夫君，你穿这么多干嘛？硬邦邦的，一点都不方便办事。沈清婉，你喝醉了，别闹。老公的药不是药，是夺命三郎的弯刀。坐好。我不该贪心的，我不该觉得这里好，也不该觉得你好的。什么叫贪心？这里的一切都属于你，包括我。
你别对我这么好，我是一个冒牌货。那你是谁？我是妹妹啊。沈家送去乡下长病的双生妹妹，根本不是沈家长女沈青书，她是沈清婉。回府，走稳点。头好痛，昨晚发生什么了？我怎么回来的？完了，我隐约记得好像在马车上对他动手动脚了，没说不该说的吧？替家的事没吐露出来吧？夫君，我昨晚喝多了，没耍酒疯吧？没说什么奇怪的话吧？奇怪的话倒是没说，只是夫人昨夜十分热情，抱着韦芬死活不肯撒手，还对韦芬上下其手，吃尽刀锋。我哪有？你胡说！天哪，丢死人了！我居然真的把王爷上弓了，清白全毁了，这死庄男心里肯定得意死了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听不见了？我的心声消失了。铁柱没了，咸心酒汤太苦，以前我总能听到他想吃什么，现在只能靠猜。去拿些蜜饯来，快点！多谢夫君，夫君真好。刚才是嫌烫还是嫌苦？现在是真的高兴还是在敷衍我？没有心声，我竟然连他一个微小的表情都看不懂了，我根本不了解我的妻子。夫君，你看，最近水晶手串卖的极好，简直供不应求。只是院子库存不多，我怕后面接不上货。既然要做，就别只在院子里小打小闹。这是我名下城南绕氏闲置的小铺，位置极好。将军府的夫人做生意总该有个正经门面。这太贵重了，我只是闹着玩，用不着这么大的铺面。他越高兴，越说明这些钱和贿赂对他有多重要。他终究还是想离开我，拿着吧，就当是我送你的。铺面要粉刷，手串按功效分类，价还得提一提。对了，明日我亲自去城西商队看晶石，正好挑几块极品料子，给萧燕做独一无二的手串。黑色纹重，白色清冷，紫色衬它。对，就这么办。去查沈家是如何安置双生妹妹的，事无巨细，全要查清。属下遵命。翠竹，带上账本，今天必须把好料子拿下。城西人多，我陪你去。别，你往摊位前一站，老板一看就是将军府冤大头，价格至少翻3倍。将军府差那点银子，做生意差的就是那点银子，成本压不下来，利润怎么上去？早去早回。知道了。跟着夫人，别惊动她。是。出什么事了？沈家当年生的是双生，嫁进将军府的不是沈家一直养在京中的长女。你是说清婉是替家来的？是。沈家偷梁换柱，把妹妹送进萧家，又打算等长女伤好后换回来。
你们把将军府当什么地方？他们把今晚当可随意丢换的棋子。沈家这群混账！此事先不要在他面前挑拨，他若知道我已经查清，只会更急着退回去。你想怎么办？先护住他。沈家若敢来换人，就让他们自己撞到萧家刀口上。好，今晚是我认下的儿媳，谁也别想把她当物件换走。颜色不够透，杂质也多。老板，你这料子要是拿去做手串，损耗不小啊。夫人好眼力，可这是刚运来的西域好料。打磨太粗，还得重新抛光，工费不要钱。夫人是行家，您说个价，当交朋友。亏本，真亏本。那算了，城东还有商队。夫人留步，卖就当开张。老板爽快，这几盒我全要了。夫人，这跟白捡有什么区别？这叫谈判，记住，先嫌弃，再转身，最后包圆。这么好的料子，用这么点钱就买下了。等下回去告诉萧炎，让他好好夸夸我。黑色稳重，白色清冷，紫色衬他领白皮，黑紫相间也行，戴上肯定好看。怎么停了？姐姐，今晚出事了，萧炎派人查到了乡下，父亲怕事情败露，让我立刻来找你换回来。现在跟着你的护卫已经被引开，我们只有不到1炷香。快些，那晚就来不及了。来不及了，快换衣服。我也撑不了多久，要是被将军府发现破绽，就全完了。你天天在萧家还干这些事儿，你到底是嫁人还是做买卖去了？这叫正经生意好不好？利润高，回款快，客户稳定。你倒是走到哪儿都能混。萧母喜欢人陪说话，你每天上午去请安，顺着他说就行。院子里那只叫来财的小猫喜欢躲柜子底下，你走路小心别踩着。今晚你真的舍得走吗？姐姐，这不是我要不要走的问题，是这本来就不是我的位置。这个你拿着，来不及了。大小姐，快没时间了。姐姐，保重。这告别总说不尽，太多不甘心。只问你为何如此偏心？今日厨房做了你最爱吃的桂花糖糕，我让人端下来。无论他说什么，你都顺着他说就好啦。好吧，都听你的。多谢母亲，儿媳正好也想尝尝。去，把将军叫回来。老夫人，这立刻去。夫君回来了。他去哪儿了？夫君在说什么？妾身听不懂。今晚走的时候带够掐吗？好一个沈家，好一招偷梁换柱！来人，备车！夫人，你要去哪儿？去沈家，倒要当面问问他们，真把我萧家当傻子糊弄不成？沈大人，你们沈家真是好大的胆子，拿女儿当棋子，还敢拿我萧家当傻子！老夫人息怒，双生女本就是一家骨肉，婚约也仍由沈家女儿履行，何来欺瞒？
你这是嫁女儿还是换货物？事已至此，若传出去，萧沈两家都不好看，倒不如将错就错，让青叔继续留在将军府。丢脸的是沈家，不是萧家；被欺瞒的是萧家，被利用的是沈清婉。可婚书上写的沈家长女，我娶的是与我拜堂、与我同住、与我相伴至今的沈清婉，不是你们张罗替代品名字。父亲，够了！我也不愿再顶替妹妹。逆女，你懂什么大局？真正不懂事的是把2个女儿都推上绝路的沈家。清婉在乡下受苦，替我嫁进将军府担风险。如今事情败露，你们还要她继续替沈家遮罩吗？青叔，别说了。母亲，你也知道对不起她，不是吗？我萧家今日不是来同你们商量，是来要一个说法。将军，清婉她走时带了银票，也带了奶奶，她应当不会让自己吃苦。应当回府，她既是我萧家的儿媳，就不能让她一个人在外头受委屈。回将军府。把她惯用的药材、衣裳、银票都备上，路远，别让她缺东西。这孩子走得急，连这个都没带。白的净化磁场，黑的缓解压力，紫色改善睡眠。这混数留着，只会继续恶心青青。将军，要不要属下去沈家，把人押来重签？不必，萧家与沈家长女的旧婚约到此为止。日后我认的夫人只有沈清婉。对，萧家认她，不认沈家的算盘。现在最要紧的是把她找回来。将军，城门已宵禁，若连夜追，恐怕要惊动巡防。惊动便惊动。找到他，先别凶他，他从小没人护，才把退路看得比谁都重。我知道。把人带回来。是。将军，将军，夫人若真不想被找到，恐怕会绕路。那就一条路长。清婉，你离开将军府的时候，是笑着在算银票，还是红着眼逼自己别回头？清婉的孩子若受了委屈，我连你一起收拾。将军，屋里没人。你们找清婉姑娘，她昨日就带老人家走了，行李不少，像是要去很远。她可留下话？没有。夫人带了银钱，只是路上不会受亏。很早以前她就已经准备好了。城门查过，夫人用的是假名，驿站也问过，只知她带老人往南去，之后换了车。码头呢？有人见过相似的老妇，却无法确定。他带着老人走得快，查城门、码头、驿站、商队，不要放过任何一条南下路。是。沈清婉，你坐在那里数银票时的样子，抱着水晶说要发大财的样子，还有每次装温婉却又忍不住的样子，我都记得。将军，天黑了，接着找，天涯海角要把他找回来。他这不是在跟我闹脾气，他是真的不要我了。腾点好，腾点才能记住，这女人是个没良心的小骗子。等抓回来，看我怎么收拾她。将军这会儿算是被随众给拿走了。真要在这里住下？水好，风好，离京城远，
最适合养老和发财。换个名字，租个铺子，重新开局。将军府再好，也不是我的安全区。江南才是我新手泉2周目。掌柜娘子，你这眉怎么画的这么精神？眉峰提半分，眼神就亮。若是见心上人，再添一点桃色。能教我们吗？教。今日先讲桃花妆，30文一位，胭脂另算。知识付费，美妆课程，江南姑娘们，我来了。轻一点，别贴到皮肤，眼尾再晕一点，这叫清冷妆。那见心上人必胜妆呢？家学学。慢些说，喝口水。不喝，今天人多。白天卖货，晚上数钱，人生终于回到正轨。赚了钱就这么高兴？钱是底气，底气够了，谁也不能把我推来推去。睡觉，明天还要开课。掌柜娘子，早啊！早，快请进。今天新到了桂花味的纯汁呢。婉婉终于不再是谁的替身了，她在江南长出了自己的名字。忙点好，忙起来就不会去想那个死庄男了。不过说实话，江南的饭菜还真没将军府的厨子做的好吃。呸！沈清婉，你想什么呢？搞钱才是正事。进货卡，奶奶的药钱、私房钱，齐活。他连你都没带。过去只要调他新生活，便知道他想吃什么，怕什么，想躲哪里。如今竟连他最想去哪儿都猜不到。你也来问怎么找跑了的夫人？巧了，我也还没找到。他在的时候，我总以为来日方长。他爱吃哪家糕点，喜欢哪处风景，我一概不知道。等他走了，我连该往哪儿找都猜不到。你知道夫人最想去哪里吗？若有一日离开将军府，想去哪儿？夫君在哪儿，我在哪儿。等期限到了，我就带奶奶去江南，找个水乡小镇开个铺子当老板娘，每天晒太阳吃甜糕，谁也管不着我，简直太快活。霍征，备马，去江南。将军，朝中告假，恐怕要先请旨，明日入宫。江南，将军为何偏偏要去江南？家事未明，去寻夫人。准了，只是将军告假，不宜惊扰地方。臣明白。派人盯着他，若不是寻妻，而是查江南，朕要立刻知道。在家里乖乖等我，我去把他带回来。往日杀伐果断的将军，如今竟被一只猫和一间空屋困住。能让将军这样失控的人，从始至终只有夫人一个。找不到他的这些日子，比任何时候都要清醒。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奔赴的方向。北将军虽告假，却心系民生。若去江南，兴许还能震慑匪患。萧将军忠勇，朕自然知道。边关兵权在他手里，民间声望也归他。若江南百姓再念他的好，朝廷威信何在？将军，夜里无人敢行船，山路也常有劫匪。我们报过官，可上头一直没动静。地方衙门不管，他们只让我们少生事。先记下。你问会卖水晶的掌柜娘子，那可太有名了。前面那家美妆铺，排队能排到桥头。水晶手串是他。掌柜娘子，这里客人多，可曾听过伤道被劫之事？听得多了，夫人小姐买胭脂时总会提两句。夫人，见鬼了！完了，被这个阎王追上就死定了。夫人这回怕是真跑不掉了。跑，赶紧跑！这火焰王怎么阴魂不散啊？放手！别动！
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。将军这回算是把人逮着了，我还是看大门吧。小野，你勒疼我了。你个没良心的，知不知道我找了你多久？我只是出来散心。完了完了，被抓了个现行。这死装男心跳这么快，该不会是气得想杀人吧？得赶紧想个借口糊弄过去。散心需要带奶奶、银票、行李，还换民租铺。我这个人做事周全，连来财都不要了。他在将军府有人照顾，比跟着我奔波好。那我呢？你又不是小猫，所以我自己来找你。今晚别再跑了。救命！这死装男怎么突然打直抛了？这谁顶得住？犯规！这绝对是犯规！意思，镇北将军这副护食的样子可真是不多见。掌柜娘子，这位是？就是夫君。小野，你别在我铺子门口胡说。我说错了，你挡着我做生意了。那去你家说。不方便。我站到方便为止。这混蛋长得帅了不起啊，站在门口当吉祥物吗？我的客人都被他吓跑了。诸位稍等，我处理一点家务事。你别以为跟来我就会跟你回京。我没说现在带你回去。那你想干什么？看看你住的地方，看看奶奶，看看你这些日子过得好不好。看完就走。看完再说。你这人怎么这么赖？跟夫人学。可恶，这死装男的脸皮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厚了？我居然怼不过他。我不吓着老人家。进来可以，少说话。好。晚辈来的仓促，惊扰老人家，请奶奶恕罪。你是将军，不必同我老婆子这样客气。您是清婉的亲人，自然也是晚辈该敬的人。奶奶要休息，你别站这吓人。装什么乖巧大尾巴狼？好，既然来了，就好好说话，别总欺负清婉。是。奶奶，谁欺负谁还不一定呢。那位是掌柜娘子的夫君吗？长得也太俊了吧！暂住的，迟早要回去。死鸭子嘴硬，谁要跟你回去？胭脂颜色不正，其实也挺正。这个人放在铺子里当保安，确实挺好用。桃花妆不是越红越好，要像刚被风吹过，若有似无。掌柜娘子，您家这位也在铺子里帮忙吗？是我家的。是。公子，这串黑金怎么卖？问掌柜。那掌柜忙着呢，您帮我挑一串可好？他不卖水晶。我可以学。你学什么学？你别站这儿，碍眼。我挡客。挡桃花。你长没长脑子？说什么挡桃花呀？这不是变相承认我吃醋了吗？掌柜娘子，明日这位公子还在吗？不在。用完就干。你站这儿影响我做生意。不是说我好用？一点也不好用，放在这里招蜂引蝶。吃醋？谁吃醋？我是怕你把我的客人都吓跑，回小院等着，别在我铺子里晃。好，我等你。这死装男怎么到了江南脸皮越来越厚？不过他刚才笑起来的样子还真挺好看的。这水晶能不能便宜些？掌柜定价不易。掌柜娘子，你夫君好听话啊。都说了，他只是赞助。赞助也能听夫人的。掌柜娘子，您家夫君真体贴。他力气大，不用白不用。还要什么？你别这么顺手，显得我像压榨你。我愿意。你少献殷勤。门清了，肩膀突然好痛，许是酒上饭。夫人替我看看。你又装？疼是真的，想让你看也是真的。这些日子有没有想过？没有。你做什么？让你知道我有多想你。我可没说想你。还说不想我？我看夫人全身上下都在说想我。小野，你混蛋！这死装男怎么这么坏？江南的鱼也太会下气氛了吧！掌柜娘子，你家夫君真能干，搬货镇场样样行。他白吃白住，总得干活。这胭脂怎么用？先薄薄点在唇心，再这样抹开。若配这串粉晶，气色会更柔。你如今倒像个熟手。夫人教得好。少贫，
力道轻点。我困了，厨房不用管，院子也不用管，你们自己收拾。一堆破石头卖这么贵，真当我们好骗？今晚别碰。你刚才叫我什么？你若不知道 T 家，只该叫我姐姐的名字。萧炎，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说。很早，查到沈家有双生女，也查到嫁进将军府的人不是沈家一直养在京中的丈夫。所以你早就知道我是 T 家来的，还一直装不知道。我怕一问你就跑，所以你骗我，你也骗过我。那能一样吗？我是被迫的。我也是怕你跑。你堂堂镇北大将军，说这话不心虚吗？心虚。你还敢认？不认你更气。你现在最好闭嘴。好。我让你真闭嘴了吗？要吵出去吵，别让我睡觉。明明什么都知道，还装作只想追回夫人，心眼比筛子还多。说我一开始拆穿，你早就跑了。所以现在装无辜就不是骗。你别双标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双标？这词你从哪儿学的？偶然听过。我从没嘴上说过。萧炎，你是不是还是瞒着我？从回府那日起，我就忽然能听到你的心声，不过现在已经听不到了。你都听见多少？该听的、不该听的，听过一些。一些。完了完了完了！我那些虎狼之词他全听见了，我那些极品老公夺命三郎的弯刀，我要把他吃干抹净的虎狼之词他全听见了，我不要面子的吗？婉婉，你冷静点，我从未告诉任何人。你当然不能说，你说了我还怎么做人？萧炎，我要跟你同归于尽！刀放下，别真砍，砍坏了还要赔钱的。滚出去！青婉，我也不想听的，他自己钻进我耳朵里。我不听，那也改变不了你听过的事实。我的老脸全丢光了，那些离谱的调侃、缠带身子的念头，还有盘算怎么跑路的计划，居然全被他听见了。对不起。这让我明天怎么面对他？免得我一会儿看见他，又忍不住想砍人。小夫妻吵架坐着没用，得哄。写悔过书，字要端正，态度要诚恳。掌柜娘子平日买这个最多，先拿去救命。多谢。你这是摆摊。一，不该隐瞒读心之事；二，不该自以为知道你心中所想；三，不该以为只要找到你，便能带你回去。谁教你写的？卖菜的婶子。你别以为这样就能糊弄过去。我知道，我不逼你回京。若你喜欢江南，我便陪你留在江南。你开铺，我看铺；你想赚钱，我替你搬货。只是别再丢下我一人。你堂堂将军，留在江南卖胭脂，不怕人笑。我更怕你不要我，不怕人笑。都散了，我还要做生意。掌柜娘子，男人写了悔过书，就先观察观察。进来吧，别挡着我做生意。不是给你的，只是我吃不完。多谢掌柜娘子。你让家里人来江南？是，该让他们亲口告诉你态度。奶奶，我今日穿的会不会太寒酸？好看。你是怕见婆婆，不是怕寒酸。你这孩子，
么干脆一句话都不留？是不是心里根本没我这个娘？母亲，我以为您知道真相后，会嫌我只是乡下长大的野丫头。放屁！萧家认的是你这个儿媳，沈家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让你胖？还有你，连媳妇儿都看不住，让她一个人跑到江南，你也有错。母亲教训的是，这个鸡汤喝了，还有鱼，江南鱼嫩，多吃。你看脸都小了。母亲，我其实吃的挺好。我不信。母亲，我以后不会一句话不留就走了。记住就好，再敢跑，我就带着全府追到天边。这孩子打小就倔，10头牛都拉不回来。今晚那丫头啊，嘴上不饶人，心里头软着呢。母亲，这些我都收拾过了。你收拾的是能用，我收拾的是体面。别只会杵着，今日陪今晚去铺子。是。你也别笑，早膳必须按时吃。这就是将军夫人的铺子，正是我儿媳开的。她不光人漂亮，手巧，心也善。母亲，别说了。夸我儿媳怎么了？别人想听，我还不乐意说呢。像换了个人似的。那当然，我儿媳的这双手做什么都是信手拈来。这个主桃花，心诚则灵，姑娘带着，缘分自然来。母亲，您怎么连这个都会了？看一遍就会，做生意不就是要会说话？沈家再不能威胁你，你若喜欢江南，萧家就在江南陪你。从今往后，萧家就是你的退路。我会照顾晴雯，也会尊重她想做的事。好好待她。我记下了。你这老东西又悔棋！我何时悔棋了？眼尾别压太低，往上提一点，人就精神。我儿媳妇这一神来之笔，直接妙手回春呢。公子要挑香粉，还是替家中女传看胭脂？都不是，我来问些事。萧将军，久闻大名。本王微服江南，是为查地方乱象，山贼横行，商路被劫，地方官却一直压着不报。我铺子里确实听过不少，有人说货车半路没了，有人说亲戚进山后没回来，还有人说衙门只让他们闭嘴。山贼敢劫商路袭存真，背后必有官府通风，所以我需要将军效忠。我在告假，不得擅调一兵一卒。若要动附近驻军，必须先请旨，但百姓已受害，此事不能不管。旨意未下遣，先查证，留口供，盯官府。这些地名我都听过，还有几个商户太太说过同一个官差收钱放行。夫人记得这样清楚。做生意嘛，客人说什么都得留心。我儿媳脑子灵，消息比官府还快。婆婆再夸下去，我都要从美妆掌柜变到江南情报头子了。这些杂消息能拼成线索。慢慢来，别熬坏眼睛。若这事儿真牵连地方官，怕是比山贼还麻烦。怕吗？怕。
但不能隔岸观火。我以前只想赚钱跑路，可真有人被逼到没路走，我好像也没办法装瞎。连夜送往京城，旨意未到，不动驻军，先把证据攥在手里。我娘家车队走青石岭，银货都没了，衙门只让别声张。夫人别急，先坐下喝口茶。这几笔货表面丢了，最后却都绕到皇上名下。路不一样，收货的人却有重合。不是普通劫匪，是有人借匪患转货。夫人若入朝为官，恐怕能管半个户部。这人又来了，吃醋都吃得这么端正。将军放心，本王只是惜才，他不入朝也能管我。这个招财，新城账本自然好看。真的？找大师开过光的，这还能有假？完了，婆婆已经无师自通玄学营销，而且比我还敢说。最近谁家不太平？母亲，您这问话也太自然了。夫人圈的事儿你还嫩着呢。这些若查实，便不是闪贼案，是官商勾结。明日开始，我会派人盯住几处货铺。正经办案呢，别勾引我。有夫人这张网，江南案或许能比预想更快破局。掌柜娘子，求你救救我爹和哥哥，他们昨夜出城，今早就没消息了。先坐，慢慢说，走的是哪条路？青石岭。又是青石岭，不是偶然，是他们要灭口。这条路3次出事，衙门都压了。昨夜那支商队很可能撞下了他们转货。货账备马，带20人跟我走。王爷已派人截西口。你别跟去，刀剑不长眼。我不去山路，我留在城里安抚商户家眷。若消息炸开，人心先乱。都杀了，省得留口供。留活口。去死！多谢将军救命！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以前只觉得他脸好腰好身材好，可这一刻他是真的值得被人敬重。是官府的人给我们滴的血，可算有个说法啊！废话我。萧将军告假在身，怎可擅闯衙门？那便请大人解释，山贼为何拿着衙门的通行文书？本王也想听。丢了多少货，伤了几个人，慢慢说，我都记下。将军夫人，真能要回来吗？能不能全要回来不敢保证，但不会再让你们白白咽下去。都别怕，萧家和王爷管这事儿。多谢贤王，多谢萧将军，也谢将军夫人。若不是府仆收留我们，谁敢出来作证？他们谢你，你受得起。听见没有？我儿媳开的不负。萧燕在北境有军心，如今到江南
又得民心。忠臣若只忠于朕，自然可用；可若百姓先记得他，再记得朝廷，那便是隐患。萧燕何时与贤王如此亲近了？是奴才这就去查。萧将军年少有为，护国护民，是朝中难得的良将。若朝中多几个贤王殿下和萧将军这样的好官，我们这些小民就有活路了。奇怪，这句话总感觉似曾相识。青婉，怎么脸色白了？没事，太阳黄眼。这些都是谢你们的，尤其是青婉，我儿媳的福铺如今名声可响了。响是响，别把她夸得不知道脚往哪儿放。我已经很久没想起袁术了。替嫁、逃婚、江南开铺，他追来，这些早就和书里不一样了。原书里，萧燕就是因为平了江南案，军功和民心太盛，又和贤王走得近，才被皇帝忌惮。怎么还不睡？账还没看完，累了就明日再看。萧燕结党谋反，罪不容诛。今晚是梦，不是普通的梦。慢慢说，我听着。萧燕，我会做一些会成真的梦。我不是第一次梦见会发生的事，以前我不敢说，怕你觉得我疯了。我不觉得你疯。梦里你会因为江南案被皇帝忌惮，最终以谋反的罪名被处死。他们会说你收买民心，会说你和贤王结党，会说你卧兵太重，早晚不成。这些话像御史会说的话，所以我才怕。你这些日子不安，是因为这个？我怕剧情绕一圈，还是要把他推回死路，更怕我明明知道，却救不了他。那就从现在开始放，功劳可以收，兵权可以退，贤王那里也能避明面上的牵连。夫人不要为我担心。若皇帝真要杀你怎么办？那就先让他没有机会杀我。这么担心我？我的老公，我当然心疼了。油嘴滑舌。我不会让梦里的事成真。你要说到做到。你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当初你若早些回来，也许就没有后面那么多事。是我不能，从前护不住。我当初逃婚，以为逃离被父母安排的命运就能得到自由，可我没想过，今晚会被推上去替我。我总说自己没得选，可妹妹又何尝有得选？若当初你没有摔断腿，我也未必真能带你走。那时我只有少年义气，并没有能力让你摆脱这一切。当年的事彼此各有难处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如今我入朝为官，定要正大光明求娶你，也愿把欠清婉的一并还回去。
我知道你担心什么，我会上奏陛下，辞去京中要职，自请外放。你疯了！你寒窗苦读10载，好不容易才……若连自己心爱的女子都护不住，我要这满身功名何用？这次我不会再让你一个人面对。总算说开了，省得那位许知远老像一根刺扎在中间。哼，这许知远如今倒还有点担当。他若真能站稳朝堂，日后也是助理。很好，前庆余转之姐夫，再转朝堂队友，这样才对嘛。萧燕年少有为，军功赫赫，如今又与贤王在江南办成大案，百姓称颂，倒真是巧。萧将军声望确实过高，若不早做安排，日后恐难制衡。朕知道了。朕听闻你与萧燕曾因一女子不满。私怨是私怨，国事是国事。陛下不是问救援，是想找一把能刺向萧燕的刀。那你便暗中留意他与贤王往来，必要时你修权之策，臣遵旨。大人得陛下信重，前途不可限量。劳公公提点。若今日我顺着私怨走，明日刀落下的就不只是萧燕，还有青书和青婉。陛下试探我，要我暗中留意你与贤王往来，必要时你削权之策。比预想更快。来了，梦里的开端真的来了。我是不是来晚了？不晚，还来得及。陛下以为我与将军有私怨，才敢用我，那便让他继续以为。我会留在御前，查他下一步要谁递折子。我们不能等他定罪在喊冤，得在朝堂前把证据全铺好。这一次，我不要在梦里喊不出声，我要让所有人都听见。陛下已经盯上我和王爷。陛下生性多疑，我早料到他会下手，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。先帝病重时，本王奉遗命辅政，那时他还是皇子，拉着本王的手，口口声声说兄弟同心，求本王替他稳住朝局。皇兄，若没有你，我坐不稳这个位置。你只要记得，坐上去后要对得起天下。王兄功劳太重，朝臣难免多想。为避嫌，还是交权吧。皇位在他眼里，比兄弟、旧情、忠臣都重。萧燕，你如今军功在身，江南得民心，又与本王走得近，正好踩中他所有忌讳。他梦中所见，并非空穴来风，那逆臣暗中屯兵，私造假寿。梦里就是这些理由。陛下以为我与将军有旧怨，才让我盯御前东西。我还能留在局里，不能等他先下死手。抢在朝会前，把他要用的刀一把把找出来。军中文书和江南调令，我来查。请旨调兵剿匪，每一步都要经得住翻。宗族与官场就交给本王，皇帝纵容亲信压江南案，不会没有痕迹。我继续盯御前，看他们准备哪份密折，哪几个人递刀。这起出日期往前挪，写成萧家旧部在江南平乱前私下调动。玉弥别用新的，旧制直接换上。大人，这若查起来，查不到你头上。饲养兵马，结党贤王，他们连罪名都备好了。小姐，别撤，我要见青婉。
同样的密折，同样的朝会，同样的谋反，梦里的东西真的一件件来了。罪名从兵权过重推到收买民心，结党谋反了。把梦里记得的都画出来，站位、顺序，谁先说话，你的都画了。御史先定密则，然后这2个人复合。第3个会说，江南百姓只知萧将军，不知朝廷。这句话一出，罪名便从兵权过重变成收买民心。状元郎可继续拿朝中内政。我自己彻查兵马和调令，王爷查宗室与官场证据，清完补江南案贪腐列。梦不是判决书，只要提前知道刀从哪儿来，就能当场拆给所有人看。陈参萧燕借江南平乱，收买民心，又与贤王私下勾结，意图不轨。朝臣以军功太盛，江南百姓只知萧将军，不知朝廷。为社稷计，应先收兵符，再查其罪。小燕，朕待你不薄，今晚画的一步不差。彻查臣名下兵马、江南调令和所有军中文书。你倒坦然。臣若有罪，愿受国法；若无罪，也仅还江南百姓一个真相。既然要查江南，就不能只查萧燕，也该查江南匪患为何多年押而不报，商队被劫货物为何流入皇商手。贤王，你在混淆视听。臣弟只是顺着江南案往下查。臣有证据，所谓私养兵马的文书出自伪造。这些旧文书所用纸张虽仿旧制，却是近月从内廷库房领出。你是被萧燕收买了？印泥边色与刘公公手下所用一致，笔记则出自同一名正抄小燕。臣受皇恩入仕，正因如此，才不敢看奸臣假借圣意构陷忠良。这些不是萧燕的账，是江南关和京中亲信的账。若要查，便一起查。臣愿交出所有调令，请当殿核验。邓超底稿也在，可与密折笔记互对。陛下明鉴，臣只是奉命查案，底稿有误，必是小吏擅作主张。太夫人与几位官眷，江南商户家眷递上联名证词。今晚把庞城送到。证据皆可无，唯有萧燕与贤王得民心是真。若不加约束，迟早危及社稷。若救民也算谋反，那江南百姓该向谁求生？这些不是歌功颂德，是地方官压案、皇商分赃、京中亲信护短的证据，每一条都能与账册互证。传禁军！禁军守的是社稷，不是替陛下残害忠良。你也要反朕！臣不敢反社稷，请陛下退位，以安社稷。臣弟请陛下退位，清查江南旧案，安抚天下民心。请陛下退位。江南旧案重审，贪腐官员一律清算，被诬忠臣尽数平反，受害商户与百姓暗册抚恤。你关键时刻递出证据，有胆识，也有才干，往后朝局还需你多担。臣定不负陛下。秦婉，我欠你的不是一句对不起能抵消，以后我会用一辈子记着。大喜日子别煽情，成亲就成亲，非要把人眼泪招出来。当真舍得？兵权为护国，不为立身，臣只留必要军职。国有难，臣仍会来。准你长居江南修养，无战事不必常驻京城。那今晚的铺子不用关了，我还能去帮他看铺子。母亲，谢主隆恩。今晚是母亲对不住你，我这一生懦弱，没护住你，也没教好你姐姐。
以后各自安好吧。清婉是萧家的人，往后由我们疼。听说将军夫人改命救夫，真是神人。传言夸张，买3串水晶送1盒香粉倒是真的。我儿媳又能干又漂亮，还会救人改命。母亲，真别夸了。我还没说完呢。这串招财，这串旺桃花。夫君如今不打仗，改行卖胭脂，可还习惯？只要夫人在，做什么都习惯。我忽然想起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很久以前，你站在我身边，脸上端着温婉贤惠，心里却总冒出一堆我听不懂的话。如今听不见了，但有些话记得清楚。夫人，18年了，终于找到自己的专属座位。这句话我至今没想明白是什么意思。萧夜，完了完了，这黑历史竟然还存堂了。不如今晚解释给我听。解释什么？我听不懂。那什么是京城碧翅膀榜首呢？你再说一个字，我就把你赶去睡铺子。沈清婉，以后不许再跑了。不跑了，极品老公都到手了，傻子才跑。